最近这一年，中国的政府可真是操碎了心，不光要想方设法刺激经济，还得想办法让年轻人结婚生子。但数据告诉我们，这些措施基本都成了笑话。今年前3季度的结婚登记数据出来了，全国才474.7万对新人踏入婚姻的殿堂，比去年同期暴跌了94.3万对，跌幅高达25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1年的结婚人数直接蒸发了。更吓人的是，女性未婚比例的变化。根据人口学会副会长袁鑫的数据，30至34岁未婚女性的比例从1990年的 0.6% 飙升到了 9.3%， 足足涨了15倍。35至39岁的未婚比例从 0.3% 增长到 4.1%， 40至49岁段从 0.15% 增加到将近 2%。 简单说，就是越来越多的适龄女性根本不打算结婚了。政府看到这个情况急得不行，开始花式催婚催生。有的地方直接打电话上门盘问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啊？福建一个刚结婚1年的姑娘就吐槽说，不光要面对亲戚的压力，现在连政府也要来催生，搞得她烦不胜烦，看到这种来电就直接挂掉。他们是怎么找上门的呢？原来现在只要你登记结婚或者生过孩子，个人资料就会被送到计生办，然后社区就会派人来关心你。这不就是当年强制计划生育的那一套吗？只不过从限制变成了鼓励。在香港，情况更是好笑。立法会最近开了个会，讨论怎么提高生育率。有个叫邓家彪的议员居然提议说，要在政府办公室多贴一些婴儿照片，营造可爱氛围，让公务员看了心情好，早点回家陪老婆。这话一出，立法会内部都忍不住笑场了，以为贴几张婴儿照片就能让年轻人愿意结婚生子，这不是搞笑吗？但问题是，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结婚呢？一位年轻人说得很直白，我们身边好多人连工作都没有，各种失业，社会充满戾气，没有一点安全感和幸福感，对未来也没有指望，现在就是躺平状态，还结什么婚？数据确实印证了他的话。2023年6月，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了惊人的 21.3%， 创下历史新高。这个数字吓人到什么程度，以至于后来政府干脆不公布这个数据了。你说这帮连工作都找不到的年轻人，拿什么去买房、结婚、养孩子？而且结婚成本1年比1年高。现在男方要准备天价彩礼，动辄几十万。在一些地区，不光要有房有车，还得有储蓄。但你看看现在的房价，一套房子就得让年轻人背上几百万的债务，每个月光还房贷就得几千上万。所以网上才会流传4不青年的说法：不恋爱、不结婚、不买房、不生子。到了今年，这个词甚至升级成了10不青年，增加了不献血、不捐款、不买基金、不买彩票等多个选项。这哪是什么青年文化，分明就是一份绝望的宣言书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独善其身。从2013年开始，中国结婚登记量就一直在下滑。虽然去年因为疫情后的补偿性结婚有所回升，但今年马上就现出原形，而且跌得更狠。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，今年的结婚登记总量很可能创下198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。政府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连结婚登记处都要搬到公园里去，说是要营造浪漫氛围。全国已经建了270多个这样的公园式婚姻登记点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在经济下行、就业困难、房价高企的情况下，你就是把婚姻登记处开到迪士尼乐园，该不结婚的人还是不会去结婚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些催婚催生的措施都成了笑话，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。年轻人不是不想结婚生子，而是结不起，
养不起。在解决这些根本问题之前，任何花式催婚催生都只会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。说到结婚率暴跌带来的后果，那可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不结婚就意味着不生育，不生育就意味着人口进一步萎缩。2023年，中国人口就减少了208万，比上一年减少的幅度还要大。这个趋势太可怕了。按照人口专家的预测，2024年新生儿数量很可能跌破800万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中国号称有14亿人口，31个省份，每省平均下来才生20多万个孩子。你们想想看，这点孩子够干什么的？一个省的幼儿园、小学都得关掉一大半。现在不少地方的学校已经在合并了，农村地区更是大量撤点并校。很多孩子要走好几公里山路才能上学，生育率的数据更是触目惊心。从19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时期的 6.0， 到1990年代的 2.0， 再到2023年的 1.0， 短短50年时间，中国的生育率就跌到了世界倒数第2，只比韩国略高那么一点点。政府这几年是彻底慌了。从2015年放开独生子女政策开始，短短几年之内就经历了全面2孩到全面3孩的转变。2022年甚至开始搞什么新婚育文化，在全国挑了40个地方作为试点。具体做什么呢？除了挨家挨户打电话催生，还要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发维生素，生完孩子还要拍照存档。一位80后女性吐槽说，你们发点叶酸就觉得能提高生育率，我们买不起叶酸吗？关键是教育成本、医疗费用和职场性别歧视这些根本问题，你们解决了吗？确实，现在养孩子要花多少钱？根据某教育机构的调查，从怀孕到高中毕业，在1线城市养育一个孩子平均要花费191万，2线城市也要108万。你就是给每个新生儿发1年的叶酸，能解决什么问题？更讽刺的是，这些催生政策不但没效果，反而引起了年轻人的反感。现在社交媒体上经常能看到年轻人在调侃这些政策。有人说，我们连自己都养不活，还谈什么结婚生子？也有人说，与其天天催婚催生，不如先把青年失业问题解决了。这种人口危机带来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了，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领域。人口萎缩意味着消费市场萎缩，消费市场萎缩就意味着经济下行，经济下行又会导致更多人不敢结婚生子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具体到产业层面，从奶粉厂到玩具店，从幼儿园到培训机构，一大批与儿童相关的产业都在萎缩。据统计，2023年全国营业的月子中心比2021年减少了30%以上，幼儿园数量也在持续下降。这些行业从业人员该何去何从？养老问题更是不容乐观。2023年，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2.8亿，占总人口的20%。按照目前的趋势，到2035年，这个比例会达到30%。但是年轻人都不结婚生子了，谁来养这些老人？现在的年轻人不仅要养自己，还要赡养父母，再加上高房价的压力，真是透不过气来。性别失衡的问题同样触目惊心。从2000年到现在，中国22至60岁男性相对20至58岁女性的光棍数量从不到1000万暴增到了3000多万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中国至少有3000万男性可能这辈子都找不到对象。这会带来什么社会问题？大家可以自己想象。最让人绝望的是，这种局面短期内根本看不到改善的希望。看看现在的年轻人，工作都找不到，房子买不起，结婚想都不敢想，还谈什么生育？就算政府现在急急忙忙出台各种补贴政策，也于事无补。因为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人们不想要孩子，而是整个社会环境
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。高房价、高教育成本、职场歧视、社会保障不足，这些问题不解决，生育率就不可能提高。但这些问题的解决，无一不牵涉到深层次的改革，而改革往往意味着既得利益者的反对。有人说中国正在重蹈日本的覆辙，但我觉得情况可能比日本更糟。因为日本好歹还是发达国家，人均 GDP 超过4万美元。而中国呢，大部分人还在为基本生活打拼，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又何谈结婚生子？所以我说，未来20年，中国很可能会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人口寒冬。不仅仅是人口数量的下降，更是整个社会活力的衰退。到那时，或许他们会怀念现在这个只减少200万人口的年份，因为那可能是好的开始。作为一个观察者，我只能说，如果政府继续这样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不从根本上解决年轻人的生存困境，那么这场人口危机注定会越演越烈。或许这就是中国这一代人必须面对的宿命吧。